首先我们还是来调一个底色在这里啊。好，我们首先来调一个底色，底色还是这个太白、三绿还有胭脂。好，我们调好底色，把底色调好放在一边。底色是太白、三绿和胭脂调成这个纯牛奶状。好，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基础好不好？调色给大家讲一下调色好不好？那我们的底色，首先调色第一个是底色啊，底色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浓稀度，调成这种纯牛奶，这个底色的浓稀度要看我们画的花的颜色啊。如果说我们画那种非常浅的颜色，我们可以把底色稍微调浓一点点，你要自己多去尝试。如果说你画的那种不深不浅的颜色，我们的这个底色可以调稀一点。那我们画很深的颜色，像这种大红色，那我们就不需要有底色。我们画花有3种情况，不要底色，底色浓一点或者底色稀一点点。那我们今天这个底色啊，基本上是可以画浅色的，还是比较浓的。你可以看一下啊，它这种低的这种能看得出来吗？纯牛奶啊，像这个纯牛奶这种，像纯牛奶一样的啊，调成这样，像纯牛奶，里面是加了太白，里面加了三绿和胭脂。首先是把这个底色调好，一定要调均匀。来，我们在调色的时候，假如说我们有3个颜色啊，这个是鹅黄、大红、胭脂，我随便挤的颜色啊，我现在给大家讲这个调色。好，我们在调色的时候啊，假如说我们调这3个颜色，我们调第一个颜色这个鹅黄色，我们把它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调到上面来哈。我们每一次调色的时候，这个笔都要睡在盘子里调，要贴着这个盘子来调，这个颜色才会上得来。如果没有贴着盘子调，这个颜色它始终在这个笔尖上，知道吗？这个是一个调色的一个雷区。我身边有几位朋友，他们在调色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子哈，总是这个笔始终是往上，始终这个笔都是往上，这个笔肚总是这样子弯着的，看到吗？你如果这样子调，这个笔肚总是弯着的，我们这个笔肚要让它直着哈，始终让它是直的，这样子调，始终让它是直的，所以我们要睡在盘子里调，这样子它才会调得更好更均匀哈。
然后我们在调第二个颜色的时候，一样的，我们可以调到笔的这个1/3的地方，可以调到1/3的地方。那我们最后一个颜色，这个颜色有些家人说调成一条线，如果说你直接这么去粘掉啊，直接这样粘一下颜色啊，直接粘一下颜色，可能就是一条线啊，这一条线就有点明显。那你稍微也要调动一下，稍微也要调动一下。哎，这还没有调好啊，没有调好，稍微要调动一下，你这个颜色才会均匀哈，颜色才会均匀，这个不好。那这个的话，这个就是有一条线在这里，你看没有？这里这个胭脂就是一条线，因为这个胭脂的时候你是没有调的，你直接这样子粘上来啊，你直接粘上来，那肯定就是有一条线，你还是要稍微的去调一下，轻轻的去调一下就可以了，不要调的太久了。我们画的时候都是侧锋行笔啊，这样子推过去，推加点，推加点，然后我们不要复笔，尽量不要复笔，我们试一下复笔啊，我们试一下复笔。然后我们假如说画完之后，我们又在这里再画一次，再画一次啊，再画几次，再多复笔几次，它的颜色会显得没有那么好，会晕出来。然后我们在画第二个花瓣的时候，画外面一层花瓣的时候，假如说你在叠加花瓣的时候，我们要沿着外围去走哈，沿着这个花瓣的外围去走，这样子它中间这条线才会自然的这样子衔接。如果说你这条线你是重叠了，假如说这个花瓣在这里，你这条线这样子重叠过来，看到没有？如果重叠了，你中间这个颜色就会晕掉。所以说我们不要重叠，不要重叠哈。那这个花瓣和这个花瓣后面的花瓣不要这样子重叠，我们要这样子哈，我们要衔接哈，中间可以有一点点缝，像这样子衔接，而不是重叠，不要重叠。重叠的你看这个就不均匀，这个也是一个雷区啊，这个也是画花瓣的一个雷区。好，先调这个鹅黄。那像你这3种颜色去搭配的话，你根本就不需要调底色，你知道吗？为什么吗？因为这个鹅黄它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实色，它不是透明状的，它是一个实色，所以说不需要去调太白啊。调色问题，你们的水分多了，假如说你水分多了，我们加多一点水分在笔上啊，那你水分多了，就感觉这个笔是泡的，就很胖。那你水分多的时候，很胖的时候，肯定就是水分多了啊。你看你一画完之后，你看到这个水就走出来了，看到吗？就是画完马上这个水就走出来了，它这个纸都吸不了那么快。那这样子就稍微水分多了一点点。那水分多了怎么办？水分多了你就控水呀，我们一直说要控水。所以你要把这个水分沾掉一点点哈，在这个纸上沾掉一点点，让这个笔不会说很胖，是正常的这种大小，里面有一点点水分，但是不至于说太夸张。然后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去调色，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去调色，它的颜色就不会说水分大了哈。那你再试一下。那像这样子的颜色就很鲜亮很饱满，它就没有那么多水分，看一下这2个花瓣的区别。所以我们要控水，我们要画成这样子，你就说明水分多了，你可以慢慢去尝试啊。画这个花瓣就像这个开车一样，对，老师叫你踩油门踩多大，你要自己慢慢去感觉，不是说老师说你踩80码你就马上能感受到80码，你要自己去踩啊，自己去感受啊，自己去尝试，还要自己要学会总结，好不好？学会总结。
好，继续调色。每一次调色的时候都是笔要睡在盘子里调，一定要调均匀哈。如果说你调色的时候，你看我笔上多一点水分的时候，水分多的时候，你看调色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调色会出现这种问题？掉了一盘子水啊，掉了一盘子水，这个肯定是水分太多了，不行，那我们要沾掉一点点啊，不要让这个盘子里掉了一盘子水啊，掉了一盘子水。你看这个颜色调均匀之后，它的颜色就是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色啊。你怎么去画？就有一些家人这个颜色是调的不够饱满啊，就水分可能也多了，然后颜色又调的不够饱满，然后你干了之后，像这种水分还算不是说特别多，我都调不出你们说的那种颜色不饱满的。不管是底色还是颜色，都是要调饱满一些啊，不要水分太多了，而且不要你画深色的时候也不要舍不得颜料啊，一定要颜色。你看我们画深色的时候，颜色都是调到笔肚里面，你打开里面都是要有颜色的，颜色不能说只在表面上，不能只在表面上啊。来给大家讲一个基础型的花头。那我们四大花型啊，四大花型是这个包菜、塔式、绣球、太阳，这个是四大花型。好，来给大家讲这个包菜吧，讲一下这个包菜。那包菜它基本上我们一个基础型的包菜，它是不是一个圆形啊？它是一个圆形，是不是？就像这一个包菜一样的，它是一个基础型的，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基础型。那最中间的花心就在这中间啊。那我们这一朵花，我们把它分两层去画啊，两层。分两层，这个是第一层，这个是第二层。那么第一层中，我们也把它分3块或者是4块。那么简单一点，我们就把它分3块就可以了。那我们复杂一点，我们可以把它分4块。那这个是第一块、第二块、第3块啊。那每一块我们都是朝着这个花心，这个箭头是我们的花瓣的走向，朝着这个花心里面包哈，朝着花心里面包。所有中间的花瓣都是画这个反瓣来搭架子。首先我们第一步就是画反瓣来搭架子，然后我们的外围也可以把它分3块或者4块，那我们就分4块，往外展大花瓣啊，大花瓣往外展的大花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包菜型的一个形状的一个分解啊。好，这个是一个包菜型的一个姿势，一个大概的一个分解。那我们要讲究什么？我们要讲究花瓣的什么？花瓣的大小变化啊，颜色的深浅变化，物象的虚实变化。这个是对比关系啊，对比关系，它也是变化啊，也是对比关系。我们在画面上一定要对比，一定要有对比关系。如果没有对比关系，这个画面是不成立的。花瓣一定要有大有小，颜色要有深有浅，物象有湿有实。我们只有这些变化，只要有上面这些变化，我们的花的灵动才会出来，才会塑造出它的灵动感来。如果说你这一朵花的花瓣全部是一样大，像鱼鳞一样，是不是它你更加没有灵动感可言？如果说没有深浅变化，没有虚实变化，它整个画面的颜色都是一样的，它是平的，同样是没有灵动感可言。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这些变化，有这些对比关系，才能把这朵花的这种灵动感画出来，好不好？然后我们现在一块一块的给大家分解哈。首先我们这一个第一块
首先我们来给大家分解这个第一块的花瓣怎么画，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如果把它画成深色的，我们就不加底色啊，我们加水。你如果说你的这个笔上干了，你就直接去蘸一下水哈，直接去蘸一下水，然后我们调色。首先我们还是调这个鹅黄大红胭脂，笔尖可以蘸一丁点胭脂哈，颜色每一次都要调均匀，蘸一丁点胭脂。那我先画第一块的花瓣是什么？假如这个是花心，这个第一块这个包起来的，我们怎么画？我们一步步给大家画。这个花瓣是怎么走向呢？它的走向是往中间包的，看到没有？花瓣的走向，看到没有？对照着这一张图啊，对照这一张图，它的花瓣的走向是往里包的，我们要画出往里包的这种感觉。好，笔尖上补充一点点颜色啊，补充一点点，往里包的这种感觉，往里包。来，我们往下，那我们的花瓣肯定是要往下，花瓣往下，那我们的笔尖肯定是朝上的。来画出这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推一下，点一下，点一下，再继续推。拿两边可以无限的延伸啊，可以延伸大一点，也可以带一点尖。然后这个是第一个花瓣。来，我们再补充一点点颜色，笔尖上补充一点点胭脂哈，补充一点点胭脂。我们再画第二层，我们画一块的这个花瓣往里包的话，我不是说一个花瓣就可以，一定要有层次啊。然后我们画第二层，沿着这个花瓣的边缘走，看到吗？沿着边缘走，你中间可以留一点点线也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压过它，沿着边缘走哈。这里画窄一点点啊，笔尖补充一点点，画窄一点点哈。你看这个第二层，让它可以碎一点点，点加推的这种形式去画，点加推的形式去画，这个是第二层。那我们再画一层，我们如果说一块的花瓣，大概画个3、4层是够的。来，我们在画第三层的时候，来笔尖上再补充一点点颜色啊，补充一点点颜色。那么第三层的时候，肯定是又要宽一点哈，我们要有这种有宽有窄，有窄有宽，要宽窄宽，让这样子啊去变化。那这第三层我们可能会更大，这里这个侧面的花瓣让它伸出来。那这边我们可以再补充多一点点进来都可以啊。这边可以再补充长一点点，多一点点都可以。你在这里可以另外再起一个花瓣啊，都可以啊。另外起一个花瓣不一定说是跟这一个花瓣是连起来的，你可以再另外起一个花瓣。那这三层有什么不一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三层，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你看这三层一定是不能在一条线上。你看这个角它伸出来，它不是对齐的，就千万不要对齐啊，对齐了它就又没有变化，这又是一个变化。然后这个花瓣这一层它是不是大一些？这一层是不是大一些？中间这一层又小一些，外面这一层又大一些，它又有大又有小，然后每一层它都是要有变化的啊，每一层它都要不一样，就我们千万不要让它每一层都是一样的，像鱼鳞一样，那就不可以了，那就不行了。好，我们的这个笔肚有点干，我们来补充一点水分，加一点水分进来，继续调色。我们先还是一样的，先调这个鹅黄，然后再调这个大红，然后再调一点点这个胭脂色啊。这个是第一层，这个是第一块的花瓣啊，是这朵花，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朵花的第一块，这朵花中间的这一层，的第一块，然后我们再来第二块，好，这个是第二块。那第二块我们一样的是要往中间，朝着这个花心的地方包哈。箭头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箭头指向的这个方向，
它的花瓣一样的朝着这个花心去包。那我们要怎么走嘞？它的花瓣怎么走嘞？怎么走它才可以朝着这个花心？那我们还是一样的是反瓣，还是一样的是侧瓣啊？画侧面的花瓣，带点钩按下去，提起来，然后笔尖还在这条线上，重点按下去，再提起来，笔尖还在这条线上，往后拖一笔啊，这样就是一个侧面的花瓣。我们3笔画完一个侧面的花瓣，这是不是往中间包啦？你看它的花瓣是不是朝着这上面？是不是朝着这个花心的地方？所以我们画的时候，这一花瓣我们想让它往哪里朝就往哪里朝。所以现在画的都是这个反瓣啊，都是这个侧面的反瓣。我们要让这个搭架子全部是反瓣啊。那这一层的话，这个架子这是一个花瓣，我们先画一个花瓣，其他的花瓣就围绕着这一个花瓣去画啊。那里面还可以再来一层，再来一层。好，感觉里面叠加了一层，是不是？叠加一层，你可以从中间这里再来画一个小一点的啊，画一个小一点的，是吧？这里就已经有3层了啊，已经有3层，那旁边你可以再来一个小一点的哈，再来一个小一点的。好，这有这4个花瓣，4个花瓣都在一起，那么可以跳出来一个哈，跳出来一个，我们要有跳出来的东西，就不要都是在一堆哈。那这个有什么？这一组花瓣又有什么变化？它这个多少？这一组是不是多？这一组是不是多？这一个是不是又是一个少？它这又是不是又有对比关系？多和少的对比关系。你看上面有什么？大和小的对比关系啊，长和短的对比关系啊。那这里马上就有对比关系了，一眼看上去我们就能看得出它的这个组合的多少的对比关系啊，多的这里花瓣这里有4个，这里1个，是不是一个多少的关系？然后其实它同时也是一个疏密关系，它也是密的，这个多的地方也是密的，那这个少的地方它也是疏的，是不是？然后花瓣呢？花瓣有这种大的，也有这种小的，是不是？多和少啊，这是少字啊，多和少，这是少字。有大的，有大的，有小的，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长的和短的啊，这个长的和短的。你看这一组花瓣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变化了？有很多对比关系了。这个是已经跟大家分解了2块，然后我们再来。来，我们笔肚里面有水分少了，我们加一点水，加点水。我们来画第3块啊，第3块的时候，第3块在这里，第3块在这里。好，第3块它也是往中间包哈，往中间包。那前面就是第3块，就是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第3块。前面的花瓣都是朝着这个花心啊，每一块怎么画，让大家清楚。好，那我们在画第3块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你看3块，每一块的它花瓣的，它都是反瓣，这也是反瓣，这也是反瓣，但是它都是会不一样啊。就是我们假如说我们这个手掌是一个花瓣，都是这个反面，这个就是正反面，那这个呢就是侧面的反瓣。那我们再要测的更厉害一点啊，就是各种不同角度的这种侧面的花瓣，各种不同角度的侧面花瓣。为什么叫基础？就是要大家了解它的节奏。那我们这一层的花瓣我们就画更小一点啊，带点钩按下去提起来，然后再重点按下去提起来，再往后拖，这是一个花瓣啊，一个花瓣。然后我们其他的花瓣就沿着这一个花瓣，沿着这一个花瓣去画
画更窄一点的哈，更窄一点，让它跟刚刚两个都有所不同。啊，也有一些这种叠加的，让它跟刚刚这两块的花瓣都有所区别哈。那这一块我们可能就画这么多，就基本上就够了啊。这也就是特别窄的。其实花瓣跟这些花瓣是一样的，只是说它更加窄一点哈。那一样的，这是一样的这一块啊，也是一个多和这个少的这种对比关系。然后还有这种宽和窄，这个是不是宽一点啊？宽，这些是不是窄一点的？宽和窄的这种。那也有这个短的，这个短，还有这种长，有短长，你看这都是对比关系啊。宽和窄，多和少，长和短，那还有大和小啊。这个也有大，也有小，大小。这些都是对比关系，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都是在画这种对比关系，记得吗？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一组花瓣都画成一样的啊。这个是侧面的花瓣，那我们把侧面的花瓣画了之后，第一步就是把所有的侧瓣都画了。把所有的侧瓣画了之后，我们第二步就是补充正面的花瓣。来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去补充这个正面的花瓣啊？怎么去补充正面的花瓣？那假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侧面的花瓣，按下去提起来，重一点，按下去提起来。有一个侧面的花瓣，我们去补充正瓣的时候，我们把颜色调得更加饱满一些，把颜色调更饱满一些。我们沿着它的边缘，从根部沿着它的边缘，从第一个底下到这个第一个缺口这里停，到这个缺口里面停，然后第二笔沿着从这个缺口这里再出发，沿着花瓣的边缘，然后再到第二个缺口这里停，然后再从这个缺口这里再出发，沿着这个花瓣边缘这里再补充一笔。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是一个正反瓣啊？就是一个完整的花瓣啊。那你这个花瓣的话，你再加一笔哈，再加一笔，它就是成了一个卷花瓣啊。再加了一笔之后，我们再去调整一下，它这就变成了一个卷瓣了哈，变成一个卷瓣，两个反瓣，一个正瓣的一个卷瓣，这个就是正反瓣的一个组合。来给大家画一个组合，好不好？给它画一个组合。那我们在第二步的时候，就是补充所有反瓣里面的正瓣。来，我先给大家示范一个小的组合啊，给大家示范一个组合。假如说这一个花瓣啊，假如说这个花心里面有很多这个反瓣，按下去提起来，重点按下去提起来，往后拖一笔。一个反瓣，两个反瓣，反瓣也是要有大有小哈，有大有小，然后有一些这个叠加，有长有短啊，有长有短，有大有小。调色，然后这里再来一个小的，好，这里来一个稍微宽一点哈，稍微宽一点。中间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好，假如说这全部是一组反瓣啊，那一组反瓣里面我们怎么去补充正瓣？就是先给大家画一个小的组合。来补充颜色，我们补充里面的正瓣。补充里面的正瓣怎么补充？在这个缺口的地方哈，我们直接补上最深的颜色，然后我们到这个缺口出来的时候，我们笔尖在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侧锋行笔来一笔侧锋行笔，然后这一样的缺口最深的地方，然后我们侧锋行笔哈，侧锋行笔来一笔。那我们再把这个沿着这个边缘地方稍微的整理一下啊，这就是补充上了啊，补充上了。然后我们笔尖再来补充一点深色，还是一样的侧锋行笔，补充一个花瓣出来，边缘再调整一下，根部的地方直接补上最深的颜色就可以了。
好，来再补充颜色，再补充颜色。两个反瓣，你看这两个反瓣是对折的，我们沿着花瓣的边缘到缺口这里，然后再从缺口在这里出发，沿着花瓣的边缘到第二个缺口，然后再来补一笔，再来补一笔，然后笔尖再补充一点胭脂，把这边稍微的调整一下，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这一个花瓣啊，这一个花瓣一样的，笔尖在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补一笔，侧锋补一笔啊，中间可以留一点缺口。你看这里一个大的缺口，像这样子一个大的缺口，我们可以补充2笔。里面补了一笔之后啊，里面补充一笔之后，我们这个外面可以再来补充一个花瓣啊。那这个花瓣就可以把它包起来啊，从外面把它包起来。然后你中间的这些缝隙如果太多的话，你稍微的可以填一下，稍微可以填一下，留一些缝隙也没有关系。这一个就是一个正反瓣的组合，这个就是我们的第2步要做的。然后现在给大家画一下这个大花瓣啊，给大家画一下大花瓣。好，我们补充大花瓣的时候怎么补充？我们可以这样子推，点点，然后再推，然后再点哈，两边你可以再补充，然后中间的话，你可以这些缺口的地方可以回一下笔。好，这个就是一个大花瓣啊，点加推的形式画这个大花瓣。好，我们先调这个鹅黄大红，鹅黄大红。好，这个大花瓣我们还可以分2笔来画，从根部开始出发，按下去，整个笔都按下去啊，大，越来越大，然后我们再来一笔哈，带一点勾，沿着它再来一笔，中间有缺口的话，我们再来补充一笔哈，补充一笔，那2笔来组成一个大花瓣啊，这个大花瓣2笔来组成，可能会组成各种各样的形状都有可能。这个就是大花瓣，我们在画这个每一朵花都会用到这个大花瓣，每一朵花都会用到这个大花瓣。好，我们来补充一点水分，再来调色，先调这个鹅黄。好，这个大花瓣还有一种是这个翻转过来的哈，带点勾，按下去提起来，然后重一点按下去提起来，往后拖一下哈，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大花瓣，大花瓣也有各种形状的大花瓣。那你这个大花瓣也有可能是这样子，怎么点哈？点哈，很多点，大点小点哈，点多了它也成面哈。点多了也成面，你可以直接这么去点出这个大花瓣，它这个边缘的这种齿轮状，有一些花的这个边缘的就是这种齿轮状，也可以哈，大花瓣你也可以。当然我们画大花瓣中间也要掺插一些小花瓣，让它有大有小。好，这个是讲花瓣的，大家要截图的，现在可以截一下图哈。我稍微放高一点，把这几张你们想要截图的截一下图。第1张这个花的形状啊，花的形状，然后到第2张，这个中间的这个每一层怎么画，每一层怎么画。好，我们来画这一朵花，画这一朵包菜型的花。
这个是鹅黄大红胭脂，鹅黄大红胭脂哈，今天用的颜色是鹅黄大红胭脂。好，我们来画这一朵花头。首先，我们按照我们刚刚给大家分解的哈，先画这一块，先画这一块，这一块，然后再画这一块，按照我们的分解的步骤来画啊。好，我们来画这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花瓣啊，推一下，点一下，再继续推，这边再继续加长啊，加宽。好，这是第一个花瓣，第一个花瓣你可以再加一点都没有关系。来，笔尖上补充一点点胭脂。没有用底色，然后第二层从这个缺口这里开始出发，沿着花瓣的边缘走哈，沿着花瓣的边缘走，慢慢的走哈，慢慢的走。好，这里来一个，这一层就比较小了，这一层比较小，然后我们补充一点点颜色。好，第三层我们又可以开始让它有大有小哈，有大有小，有变化。来，这个第三层更宽一点哈，更大。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待会儿看情况，需不需要画花瓣啊？这里我们就画3层就可以了，我们不要画太复杂啊。然后我们再画这个第2块。好，我们来接下来开始画第2部分的哈，第2块这个侧面的花瓣，我们从这里开始按下去提起来，然后再重点按下去提起来，往后拖一下啊，这个是一个侧面的花瓣。那我们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每一个花瓣我们都慢慢的画，让大家看得清楚一下。我们在这里从它中间这里再开始来一个啊，来一个花瓣，来一个花瓣。来一个小一点的，然后我们从它的里面再来一个，从它里面再来一个叠加的哈，叠加的一个层次，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再来一层啊，再来一层叠加哈，再来一层叠加。好，这个缝隙里面直接画上。你看这个3个、4个花瓣都特别齐啊，特别齐。我们可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从这里再来一个小小的，再来一个小小的，小小的来了之后，我们又可以再来一个跳出来的，跳出来的。好，我们这一部分已经很丰富了啊，已经很丰富了。那我们还可以再往这里，是不是太齐了？这里也太齐了。我们可以这个花瓣可以再往这边包一点哈，再往这里包一点，包了一层之后，我们再来一些小的。有一个花瓣，我们必然还会画第2个，让它有层次感一些哈，让它有层次感一些。好，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有嘛，这里再来一个，这里来一个，伸出来一点哈。好，我们这一块我们就画这么多，可以了。这一块就画这么多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来画这一块的啊，画这一块。好，我们再来画这一块啊，这一块都是这个更加窄一点的，一样的都是侧面的花瓣。把这个架子啊带点钩，按下去提起来，再重点按下去提起来，往后拖。画了一个之后，其他的花瓣就围绕着这一个来画，其他花瓣就围绕这一个来画，都是比较窄一点的哈，都是很窄。
很小很小很窄的。笔尖不停的去补充啊。好，也是让它有一个跳出来，有一个跳出来，这一层次也是特别多的。好，我们再来补充一点颜色，补充一点点颜色，看一下这个架子搭的怎么样。这个架子搭的怎么样？看一下哪里还需要去补充没有？有没有还需要补充的？那我们看了一下，我们这里还可以再补充一些花瓣，这里还可以再补充一个花瓣。这里再来补充一层，这里补充一层花瓣，来这里再来一层包起来的，再来一层包起来的，让它层次显得更多一些。这个是后面加的啊，加多一点层次。好，这里加一个小的，这个架子搭成这样子已经可以了哈。架子搭架子的时候要有什么？每一个花瓣，每一块的花瓣都要有变化。你看这一块它是背面朝我们的正面的，正背面朝我们的。假如说这个反瓣这样子，这个花瓣是这样子欧起来的，这个花瓣它就是这个正背面的，然后这个就是这个侧背面的，然后这边就是更加侧一点，侧的更厉害。就看到一点点。好，颜色调均匀之后，我们现在这一步是做什么？好，我们现在这一步是补充里面的正瓣啊，补充里面的正瓣。像所有的反瓣，我们这个架子都已经搭好了。这个是我们画包菜，画包菜首先我们是要搭这个架子啊，搭这个架子。把架子搭好之后，我们要去补充里面的正瓣。补充正瓣的时候，像这些缺口里面，我们直接补上最深的颜色啊。然后我们的侧锋行笔来补充一个小正瓣。补正瓣的时候，我们的笔尖要不停的去加颜色啊。你看这一个反瓣伸出来一点点角，伸出来一点点，我们同样的也是要去补上啊。同样的是也要补上它的一个正面的花瓣啊，让它包过来，让它包过来。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颜色，来根部这里补上最深的颜色，然后缺口最深的地方。侧锋行笔推加点的这种形式过来啊，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根边缘的地方稍微再调整一下，好，我们继续来补充，你看这个缺口伸出来了，笔根部一定要调均匀哈，像这个花瓣还是调的不够均匀，看到了吗？这个还是调的不够均匀，所以我们还要调一下，先把这个大红调一下。然后把这个胭脂调一点点，要调均匀。我们再来画一下，再来复一下笔，偶尔复一下笔，不要总是复笔啊，不要总是重复复笔，它的颜色会显得很不滋润啊。然后我们这个缺口一样的，从缺口最深的地方侧锋行笔啊，出来一点点，然后这个根部这里稍微补充一点点胭脂，还是一样的，这些根部这些地方我们直接把它填上最深的颜色就可以了。补上胭脂啊，根部的地方直接填上胭脂，然后
缺口最深的地方侧锋行笔，侧锋行笔过来，这就是一个花瓣。然后继续来补充颜色，继续来补充颜色。好，这个小小的花瓣，这个根部，根部的胭脂一定要有哈，胭脂。还是一样的，这个小小的也要补充一点点小花瓣啊，有这种小小的花瓣才能衬托出大花瓣的大啊。然后这一个花瓣是伸出来的，还是一样，把根部的地方我们可以来一层啊，先补充一层，先补充一层，让它的层次显得更多一点，然后再补充一点大红，补充一点大红，再补充一点点胭脂，一定要调均匀，不要调成一条线，我们还是要调均匀。好，来这里再来补充一个大一点的哈，包过来，推点点加推的这种形式，就不至于把这个花瓣给画圆了，或者是画变形了。然后我们这个根部再来补充一下，像这些缺口的地方，我们可以顺便就可以回一下笔啊，这些缺口的地方顺便就可以回一下笔。好，我们这一块这里面的正瓣都已经补上了，这一块的正瓣都补上了。大家看一下这个补充正瓣的时候，里面也是一样的，有小有大，有缺口，有伸出来的。我们补充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一些哈，注意不要太圆了。那我们先补充，我们不管它，先把它补上，先把它补上，我们后面再来去看它的形状啊。先我们不管它形状，我们只管去补充就可以了，只管把这些缺口，所有的这个缺口里面的这个正瓣都补上啊，补充一点水分啊，先补充一点水分。笔上干了，我们先来加一点水，加点水，我们来先调这个鹅黄色，先调这个鹅黄，把鹅黄均匀的调一层在笔肚里面啊，然后我们再调这个大红，调这个大红，然后笔尖调一点点胭脂，笔尖调一点点胭脂。好，这一个你看这一个是个缺口特别大的，这种缺口你就没有办法侧锋去画了，你只能按照这种大花瓣一样的推加点的这种形式来加上它的这个花瓣了，只能这么去画。然后这个缺口顺便就可以回一下笔啊，顺便都可以回一下笔。这个花瓣你还可以再延伸，可以大一点哈，可以往外一点，可以往外一点，让它张扬一点。好，我们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颜色，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颜色，补充一点点胭脂。好，这个小的这个缺口里面也是一样的，可以补上一个侧面的花瓣啊。我们带一点点这个缺口，带一点点缺口，让它跟这个花瓣可以让它闭合在一起都可以。好，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我们继续来补充这一个。好，补充了一层。好，这里的补充上了啊，这里补充上了，我们直接可以这里再来一层花瓣都可以。其实我们直接再来这里来一层花瓣，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先不画，我们到最后再去看一下它这一块的花瓣够不够，我们再去外围再去加花瓣。我们先不管它，先这里就放到这里哈，先这里就放到这里。好，我们继续补充颜色，然后我们补充这一块里面的所有的反瓣里面去补充正瓣。好，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直接把它填上，填上最深的啊，填上最深的颜色。好，
好，直接补上这个正半啊，全部都要去补上这个正半，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啊，笔尖一定要有胭脂。好，这些缝隙里面我们再来补充一点点。补充一点点胭脂，这个根部这里直接填上最深的颜色。好，补充一点大红，补充点大红，补充一点点胭脂。好，再补充一点颜色，补充点颜色。好，这一个反半里面还是一样的，要补上正半。可以，也可以宽一点哈，也可以宽一点。好，这个该有的、该补的所有的我们都补上了，所有的我们都补上了。好，这个花瓣也可以再加长一点哈，再加长一点点，直接加长一点包过来，可以宽一点点啊，可以宽一点点。好，所有的反半里面都补上了正半，是不是？那这样子的话，这一朵花它基本上也是可以的。你如果说就这样子一朵花，它是不是也是成立的？是不是成立的？它是不是也是成立的？你这朵花就这样子，它也算是一朵花了。我们中心的地方，心的地方，我们该补上一些花瓣的地方，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再来补充一些层次。再来补充一些层次。中心我们就是这个花心就留着，这个就是花心的地方了。你看这一朵花，如果我们画到这样子，它就是一个半开的哈。如果我们还想再继续画的话，它就会更大一些啊。我们把它盛开啊，就是这样子的话，你也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啊，也可以是一个完整的花，它就是一个半开的。好，我们来调一点底色到笔肚里面。为什么我们要调底色？我们这一朵花里面颜色要有这个深浅的变化。那我们现在调一点底色，有一些花瓣加一点底色。为什么我们总要调一个底色在这里呢？因为一朵花里面不可能全部用一样的颜色。如果说我们这个是重要的重点哈，如果一朵花全部是用一样的颜色，那么这朵花它就不会灵动，显得很平。好，我们来外围的再来展开一层这个大花瓣哈，外围我们再来展开一层大花瓣。我们看一下这个大花瓣，我们怎么展开啊？怎么展开一层大花瓣？哪里加花瓣？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那我们这个笔上有底色，有底色之后，我们再去调，还是一样调点鹅黄，调点鹅黄，调点鹅黄，调点大红。那就调大红就可以了，就调大红就可以了，就不调胭脂了。可以如果蘸胭脂的话，也只能蘸一点点，不要蘸太多了。我看一下这个大花瓣怎么画啊？这个大花瓣我们怎么画？在这里，然后可以直接沿着这一个花瓣来一个大花瓣，转过来，转过来，笔尖再蘸一点点深色，笔尖蘸一点点深色。笔尖蘸一点点胭脂，好，这里来一个大花瓣啊，来一个大花瓣，笔尖再来蘸一点点深色，然后我们这边再继续来
继续来一些大花瓣。好，这个大花瓣啊，这稍微加宽一点，然后我们顺势的就回一下笔，沿着这些缺口的地方我们就回一下笔啊，沿着缺口的地方我们就回一下笔，回一下笔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个褶皱的这种感觉，褶皱的这种感觉。好，这两个浅色花瓣出来了，马上它的颜色深浅变化就出来了，马上颜色深浅变化有出来了。给大家讲这个花型的时候，分解花型的时候，都在给大家讲这个花瓣的大小。你看花瓣这有大的有小的，颜色呢深浅啊，有这种很深的，还有这种浅的。物象有虚实，虚实我们这些都是实的，上面这些是稍微虚一点点的，这样子这朵花才会显得有灵动感，好不好？加一点底色，加一点底色，加一点底色，我们继续还是调色。好，这里来一个侧面的花瓣，来一个侧面的花瓣。好，这里再来一个侧面的花瓣，来两个侧面的花瓣，我们必须得里面再去补充一个正面的花瓣啊，里面去补充一个正面的花瓣，还是来再继续调颜色。我们这两个反瓣是不是有两个反瓣推出来了？是不是两个反瓣里面我们可以加上一个正瓣啊？加上一个正瓣，沿着这个花瓣的边缘走哈，沿着这个花瓣的边缘走。好，沿着边缘走到这个缺口这里，然后在这个缺口这里再起笔，再来补充一笔啊，再来补充一点点，笔尖再来补充一点深色的。好，我们的回一下笔啊，回一下笔，缺口的地方回一下笔。那现在是不是有一个这个伸出去的有正有反的一个花瓣啊？一个正反瓣的一个组合了，一个卷瓣的这种感觉。我们看一下这里该怎么加花瓣。像这一块地方，这一块你们现在看这上面这一块已经很丰富了啊，那这一块明显的是少了，是不是？我们现在就看哪个地方需要加花瓣，我们就补充，就去哪里补充花瓣。看一下这个花瓣要补充多大，你可以大概的去画一下啊，大概画一下，看这是补的短一点还是大一点好啊？补大一点或者是短一点好。来，我们首先来调点颜色。好，我们看一下这一块，这一块我们这个花瓣来补充，怎么去补充？好，这一块的颜色啊，补充这一个花瓣，加层次啊，加层次。好，中间的缺口我们回一下笔，
中间的缺口回笔，然后这些没有画到位的这些边缘，我们补充一点颜色。像这些缺口也可以回一下笔，回笔的时候颜色不要太深了，太深了这个颜色就不好看。那现在我们加到这里来，它这里又平了，又齐了，不好看啊，齐了不好看。那现在我们就不能画浅色的，那我们现在要加深色，我们就要加水了，不要加底色了，我们到下面的花瓣就是深色的了。好，这个鹅黄没有了，我们再加一点鹅黄，再加点鹅黄进来。好，我们现在颜色调饱满一些，笔尖还是要调这个胭脂。来，我们这里太平了，我们首先肯定是要想着把哪一块的花瓣让它伸出来啊，让它跳出来，让它伸出来。我们肯定有一块把它跳出来才好看，要么把这一块伸出来，要么把这一块伸出来。那我选择把这一块啊，选择把这一块再加一个花瓣啊，伸出来。来。走，停，就是走一下，停一下这种形式啊，走走，停一停，走一走，停一停，这种形式去画，这个花瓣就不至于说画到你一下子没有办法收拾的这种地步啊。那这个花瓣还可以继续再加宽一点哈。来，我们可以回一下笔，回一下笔，缺口的地方可以回一下笔。像这些缺口，你可以加上一些小的碎花瓣啊，加上一些小碎花瓣，直接点上一下啊，点上一下就可以了，加上一些小的碎花瓣。那我们先看一下这朵花，看一下这朵花行不行？这朵花其实画到这里来，它基本上也是，算是完整的啊，算是完整的一朵花。如果说你还想继续加也可以，咱们不加，最好是不加就可以了。不加，我们把这个中心的地方把它填上，中心花心的地方把它填满。好，这个是花心的地方啊，花心的地方，这个是一朵这个包菜心，它基本上有一点朝向是朝这个右下，朝这个右下。来，我们加上一个花心，加上一个花心。好，我们来挤点三绿，来一点三绿，来一点三绿来画这个花心。好，我们画这个花心画5组，我们先平均点5个点来分配这5组花心。
好，我们的这个花心就画好了。今天这朵花